在地面战场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乌克兰的海军却有了新消息。10月初的时候，乌克兰第一夫人和海军司令前往土耳其，参加了乌克兰新型护卫舰伊万马泽帕酋长号的下水仪式。泽连斯基虽然没有去，但也发表了视频讲话，表示乌克兰启动了重建海军计划，将在未来打造一支全新舰队。只是乌克兰的情况各位都清楚，一些比较大的造船厂基本都没有造船能力了。在乌东顿巴斯、乌南赫尔松还没平定的情况下，乌克兰有没有余力建造海军也是两说。而且就算是建造成功，可能也用不上，毕竟俄罗斯利用伪公投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并入俄罗斯，敖德萨州和尼古拉耶夫州也不太平。伊万马泽帕酋长号能不能安稳送到乌克兰都不好说。那么为什么乌克兰要提出重建海军？乌海军的实力又能不能重回巅峰？其实乌克兰海军最开始的实力还是挺强的，毕竟当年苏联还在乌克兰造过航母，技术积累了一大堆。苏联解体分家的时候，乌克兰分到了苏联海军30%的家当，其中还有一艘万吨巡洋舰乌克兰号，其前身是罗波夫海军上将号，跟俄罗斯的莫斯科号、瓦良格号一个级别，都属于是光荣级巡洋舰。其他大大小小护卫舰也是不少，只是乌克兰当时的经济不行，饭都吃不饱了，哪还有心思管军舰？所以这些曾经有过辉煌的军舰一个一个都老了。乌克兰号就因为无力维修，现在已经锈迹斑斑不能用了，估计只能当作废铁卖了。乌俄战争刚开始，尼古拉耶夫港口那儿就躺着一艘格特曼萨盖达奇内号护卫舰，除了经济不够，还有克里米亚的问题。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乌克兰海军才是伤筋动骨。当时的海军总司令分不清局势，带头投靠了俄罗斯，于是乌克兰就失去了塞瓦斯托波尔等重要基地以及相当多的舰艇。到2022年2月乌俄战争爆发前，乌克兰海军仅有 1.5 万人，只有25艘主要作战舰艇，就这么点战力是真的不够看。在乌俄战争初期基本上就已经全军覆没，等于说乌克兰要想重建海军需要从零开始。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这艘伊万马泽帕酋长号了。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乌克兰其实就对自家的海军有了新想法，在2020年的时候就和土耳其打好了招呼，订购了2艘岛级护卫舰。今年10月初下水的伊万马泽帕酋长号就是第一艘。按照计划，这2艘岛级护卫舰由土耳其和乌克兰联合建造，土耳其负责护卫舰整体的建造，乌克兰则是负责武器安装。如果没有乌俄战争的话，到2022年年末，伊万马泽帕酋长号就会被拖到乌克兰本土的造船厂，完成剩余的武器安装工作，并在2023年开始海试。只是乌克兰版本岛级护卫舰的报道非常少，专业的海军类军事网站也是没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乌克兰版岛级护卫舰的具体性能，舰长未知，舰宽未知，标准排水量与满载排水量未知，动力系统同样未知。想要了解大概的性能，我们也只能从模型和土耳其原本的岛级护卫舰了解一二。土耳其版本的岛级护卫舰采用了很多的西方设备，满载排水量2400吨，采用一台美制 LM2500 燃气轮机以及2台柴油发动机组成的柴燃交替动力，还有荷兰提供的多功能搜索雷达，双轴推进，最高航速可达30节，标配舰员93人，和美国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外形差不多。虽然属于轻型护卫舰，但整体火力相当不错，基本包含了反舰、反潜和防空能力。反舰方面，由一门意大利产76毫米舰炮、2组4连装鱼叉反舰导弹组成；反潜则有2座 Mk32 鱼雷发射器以及一架 S70 海鹰反潜直升机组成。至于防空，有点弱，没有垂发。由一具21连装 Mk49 拉姆近程防空导弹以及2座 12.7 毫米遥控武器站构成。如果岛级护卫舰的防空能力真的能看得过去的话，巴基斯坦订购的岛级护卫舰也不至于特地要求装上16单元的 LY80 垂发。
至于乌克兰版本的岛级护卫舰，应该和土耳其的差不多，主要区别就是武器系统和电子系统，所以吨位应该在2000吨左右。而且现在战争仍在持续，大概率配备的还有西方武器，其中一部分会用自家制造的，其中动力系统可能会是自家造的。一般来讲，同一个型号的军舰用的都是同一个版本的发动机，土耳其版本以及巴基斯坦版本的岛级护卫舰用的都是 LM2500燃气轮机，乌克兰用的应该也是。但注意，乌克兰是拥有燃气轮机生产能力的，所以我们不能排除乌克兰版本的岛级护卫舰有使用乌克兰国产燃气轮机的可能。当然，动力这东西不算重点，我们考虑不考虑都行。该舰目前的重点还是电子设备与武器。电子设备不好说，毕竟在里面藏着，但是舰载武器看模型就能了解一二。乌克兰版岛级护卫舰会装备一门奥拓76毫米超快速炮，但是这门奥拓舰炮究竟是意大利原装进口还是土耳其仿制版就不太清楚。我立军估计会是意大利原版的，毕竟在乌俄战争的时期，武器装备这东西都不用开口，直接就援助过来了。反潜鱼雷是意大利的 MU90， 近防炮可能选择 Gokdinis 双35近防炮，也可能选择德国的千禧年单35近防炮。垂发此前说要用，但是看模型看不出来。反舰导弹应该是鱼叉、飞鱼、海王星、奥托马克4选1。海王星上舰的概率最高。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克兰的海王星反舰导弹系统已经完成了国家测试，即将投入量产。岛级护卫舰用一下也不过分。至于美国支援的鱼叉，那是在地面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军费不足，乌克兰版本的岛级护卫舰在总体战斗力上应该比不过土耳其版本。最直接的就是舰载直升机。2400吨级的岛级护卫舰，舰尾有一个直升机平台和机库。土耳其自己配备了美国的海鹰舰载直升机，乌克兰版本的岛级护卫舰也有，不过是一种非常古董的苏制直升机，而且非常冷门。在护卫舰开始建造的时候，乌克兰就让自己家的航发巨头马达西奇为岛级护卫舰开发配套的海军舰载型直升机了。这种直升机叫米2，确切的说是马达西奇现代化翻新和改装的米2 MSB 型。它的变化主要是把老式的 GTD 350涡轴发动机改成马达西奇自己生产的 AI 450。为了改成舰载直升机，马达西奇继续改造米2 MSB， 打算采用数字化航电，而到2023年最终研发出带有折叠旋翼、可用于反潜和搜救的舰载型米2 MSB。只是米2 MSB 直升机再改进也不适合当舰载直升机，特别是执行反潜用途，需要携带对海监视雷达、吊放式声呐和反潜鱼雷，不到4吨的小身板根本受不住。至于为什么不买海鹰，也很简单，太贵了，买不起。澳大利亚花了30亿美元才买了24架 MH60R 型直升机，就算是最便宜的 S70B 版本，土耳其2006年买17架也花了5.5亿美元。除非是美国大方一把援助一下，要不然大概率不会上海鹰。虽然乌克兰的海军在刚开战就丧失了作为海上作战力量，但是作用可没消失。乌克兰海军的陆上部分，包括海军陆战队和岸防部队依然在作战，比如拿海王星导弹击沉俄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而海军陆战队第36旅也参加了马里乌波尔防御战。随着战事推移，北约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鱼叉 NSM 以及一批适合在内河与近海活动的小型巡逻舰艇。乌克兰海军也组建了河防部队司令部，通过动员使规模扩充到 5.5 万人。注意，作用归作用，乌克兰想要重建海军的难度很大。土耳其为乌克兰制造的新舰刚刚下水，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估计只能暂时存在土耳其，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战斗力。而现在乌克兰军队的海军部队只剩下几艘在内河的巡逻艇以及小型炮艇，几乎全军覆灭。外购1-2条战舰解决不了大问题，加上经济不行，大型造船厂接连倒闭，乌克兰基本失去了自行建造军舰能力。
对于现阶段的乌克兰而言，迅速重建海军的想法很难实现，除非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转让退役的佩里级护卫舰，或者考虑从首批退役的5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挑3艘出来送给乌克兰，那乌克兰海军才能一夜跨入盾舰时代。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重建海军对战局有影响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见。